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钱赚的越多就越自由吗？为什么升职加薪，但总是感觉每个月钱都不够花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努力升级打怪的小悠悠，在这个频道我会分享让钱包跟心灵同时自由的财富理念，还有我学到的一些自我提升方法和个人生活故事分享。今天来介绍一本我的金钱启蒙书，叫《金钱心理学》。它打破了一些我固有的想法，比如说我要努力升职加薪，同时我也开始做一些副业来增加自己的收入。希望看完这个影片后，你会对钱有新的认知。那现在就让我开始分享我从这本《金钱心理学》学到的3个真相，还有一些我个人的探索和实践。首先，第一个真相，金钱的最高价值。这本书最红的观点是什么？就是它告诉我，金钱的最高价值是让我时间自由。有钱人的最大特权不是买豪车住豪宅，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可以决定，我今天想做什么呢？和谁做？什么时候做？做什么？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金钱让我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，不用被他人安排。作者采访了无数富豪，发现真正的财富自由等于100%掌控你的时间。有段时间我们公司缺人手，我一个人cover几个人的活，努力工作，但我老板却不肯给我涨工资。我告诉自己没关系，我可以学新的东西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吃苦有2种，一种是能给自己带来成长的，另外一种是当你学会某样东西之后，它渐渐就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作。看似我很努力在工作，实际上我不过像一只仓鼠一样一直在跑圈。我开始怀疑人生，难道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工作、升职加薪、买车买房，然后还贷款，直到退休吗？直到这本书点醒我缺的不是钱，而是选择权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缺的不是一份高收入的工作，也不是升职加薪那个百分点，而是我没有选择权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后来我开始定存每个月工资的20%，拿去做一些低风险的投资，让钱滚钱，争取有天的财富自由。怎么变有钱呢？接下来就来讲讲作者告诉我们的第2个真相：财富等于你没有花的钱。刚刚讲到每个月定存工资的20%，作者认为积累财富更多取决于储蓄率，而不是高收入或者是高回报的投资，更不是炫耀性的支出哦。有些人虽然收入很高，可是消费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基本需求了，比如为了得到别人认可和羡慕买的名牌包包和跑车，实际上信用卡已经刷爆，负债累累了。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，我认识一个女生，她在金融圈混，收入蛮好的，消费也是挺高的。因为工作场合需要，她每个月都会刷信用卡去买一些名牌包包、昂贵的衣服。年终的时候才发现，每个月都是月光。后来工作很累，她辞职换了另外一个行业，也不需要跟同事攀比了。她开始极简生活，只留需要穿到的衣服，不再去追求包包款式跟牌子。1年后，她终于存下了一大笔钱。她说她想去看极光很久了，现在终于拥有了一次去冰岛旅行的自由，耶！当然，我们的金钱观也深受家庭跟社会文化的影响。有时候人会因为家庭的期待而牺牲个人的自由。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，有时候工作累了，我很想要辞职，给自己放一个长假，半年或者是1年的 gap year。可是我能想象到我的父母肯定会问，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呢？为什么你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你就辞职呢？有时候在我们的亚洲社会，读书、工作、结婚、买房，像是设定好的模式，一生就一直要跟着这个模式走下去。作者提醒我们，真正幸福应该来源于你自己的内心，而非为了迎合他人而放弃自我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决定，让金钱服务于生活，而不是让生活被金钱和他人的期待所束缚。书中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：Spending money to show people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is the fastest way to have less money。控制欲望，延迟满足。减少炫耀性的开支，才能让真正的财富在存款和投资组合里面稳定增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储蓄呢？OK， 当我们减少了消费的欲望而开始坚持储蓄的时候，每一笔钱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机会。存钱不仅是为了防范意外，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创造更多的安全边际和选择自由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启发，可以点下面的 like 灯让我知道哦。接下来是第3个真相，投资的真正秘密。先问一个扎心的问题，是不是觉得很多人一夜暴富，而自己根本存不到什么钱？别慌，第一个故事装饰你的焦虑。大家都听过股神巴菲特对吧？但你知道他90%的财富都是他65岁以后才赚到的吗？
这个是巴菲特的财富增长曲线。30岁的时候，他存到了100万；43岁也还是100万，财富增长非常的平稳。真正的爆发式增长发生在65岁以后，这些财富占了他90%多的总资产，完全依靠时间的复利积累。复利不是短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现在让你来猜猜谁积累的财富比较多。1号男嘉宾是罗纳德·里德，加油站工作人员，兼职商场看门大爷，干了一辈子普通的工作。但他有个怪癖，省吃俭用，只买好公司的股票。2号男嘉宾理查德·富商，哈佛高材生，华尔街的顶级精英，金融界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40多岁就早早退休了。财经杂志克莱恩还把他选为40位40岁以下的精英，其中的一位成功商业人士。你的答案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将在3秒后揭晓。3、2、1，里德只是耐心等待几十年，就这样将微薄的存款滚到近800万美元的资产。他将其中6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医院和图书馆，全部人都很震惊，没想到这位普通又节俭的老人家居然是百万富翁，还上了报纸成为头条人物。里德去世前的前几个月，理查德富商也登上了新闻版面。2000年的中期，富商借了很多钱来扩建豪宅，每个月光是维护费用就超过9万美元。没过多久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这场危机几乎掏空了每个人的钱包，包括富商。高的债务加上低流动性的资产，最后他只能宣告破产。致富的关键往往不是多高深的技术、多高的智商，而是最土的行为：量入为出、耐心持有、情绪稳定。当然，破产也不是失败者，市场是不确定的，总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，所以要记得投资要留好，但要应对黑天鹅。朋友们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掌握自己的心态、行为和习惯，然后早起步、长持有、坚持并且耐心。这些因素比短期技巧更容易决定你的最终成就。真正的成长和财富是让时间成我们的朋友，让好习惯复利，越早开始，复利的效果越惊人。接下来我还会分享更多我的理财和成长心得，还有一些我听到的颠覆认知的故事。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，我是肖肉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